差点给他搞下去了。还好手拿得紧，不小心抓到他。咬你了！凶的很。妈呀，脖子这么长啊！我觉得这个距离你咬不到我吧？别咬我啊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油料黑坑疯子。我们今天这边的话还是在浙江的嘉兴，晚上准备在这边打一场黄金鲫。他说晚上放1万斤鲫鱼。我们现在现在的话是4点吧，快到4点。先买了一个位置，它是5个小时，买个位置的话可能要到晚上他们才放，晚上放的话就晚上钓。现在的话先搬东西，先把位置买好，先做准备工作啊。这边呢，它的一个收费是260，鲫鱼回收多少今晚？也不知道。它是实时更新的啊，我们不清楚，就是每天的话，它的一个回鱼都是实时更新的，反正不管了，钓肯定是要钓的，对吧？我们这边的话就先准备一下那个钓具啊，现在是黑压压的，你看着现在4点钟，好像是已经到了6、7点钟一样，可能晚上会有暴雨，可能对录制的话不太方便，那么我们这边就先准备钓具啊。我先挂个5.4米的啊，先挂个蚯蚓，它这里面有甲鱼，先打一下甲鱼，在天上砰砰砰砰砰的一直打雷，可能这是暴风雨前的安静啊，可能晚上有暴雨，先不管它，来都来了对吧？暴雨也要硬着头皮上。我蚯蚓一下干没了，好，下去啊。那你运气好嘛？他一下午鲶鱼一条没有啊？你是不是要鲶鱼吃吧？不吃鱼的是吧？挂个蚯蚓没守到甲鱼，先守到鲶鱼。把我蚯蚓全部干没了。物给我，我总不能拎在手上吧？他咋就没打一了？哇不溜秋的，哇我就掐不住你嘛！又一条鲶鱼啊！我们在准备东西呢，你看漂没了这个鲶鱼呢，上回就咬了我一口，这是我绝对不会拿手去抠它的，因为上回抠了一下，手已经肿了，很痒，这直接剪线了。我这边是属于黄金鲫啊，然后掺杂那个工程鲫放，所以呢，这个窝料呢开的是鲤鱼的啊，它的一个味型偏鲤鱼的一些，偏薯味一些。然后撒包开好了，再撒9米进去，因为9米的话，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留窝的效果啊。料开好了，现在分了2个人的，我感觉它盘比我盘大，我吃亏啊，我没那么多。饵料呢，主料还是选择红虫啊，因为它这边呢，大多数都是用虫打，用虫打的情况下，我们用素饵就比较吃亏，所以我们也用虫啊。这是虫，然后这是红虫伴侣，分2次啊。先给它简单的第1次打一下。然后再撒第2次，撒第2次的话，相对来讲它会均匀一些啊。然后就将它们收拢成团了。那就是弄点鲍鱼，他那个是可以啊，看那个。OK， 收拢成团了就行了。我们先吃饭啊，先把人吃一下，等一下再喂鱼。
先煮啊！今天为了抢鱼啊，2号钓半斤的鲫鱼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2.5克的漂，打浮。打浮？嗯。我现在先做一下主线。现在呢，刚开始钓，我选择的一个线组呢是1.5配0.8的，配0.8的一个尼龙线，因为它还没放鱼嘛，我们先摸，看一下，如果窝子里面有鱼，说不定还能摸到一些鱼。那如果它放鱼了，马上主线改2.0，子线改 PE 线，改一个0.3的一个 PE 线，就准备磕了。浮漂呢，就是现在的这浮漂吃铅是在1.4克左右。等一下换一个浮漂1.75克的，看它鱼口吧。反正我还是想着底钓吧。如果说它浮的话，可以打浮的情况下，那我也毫不犹豫打浮了。先钓啊！现在我们就等着鱼车来了。拿着，先把挡针准备好啊！那要万一款口呢，对吧？我硬杆也准备好了，硬杆是主线是9H 的，主线2.0，子线的话就是0304的一个 P， 就准备磕。好，放鱼了。你看这个大鳖，开始开卯了，卯。啊，现在赶紧抽窝啊！刚才抽的是底窝留鱼的，现在抽面窝巨。哇，好多泡泡啊！好多泡泡。你看我面前都白了。把小线换了啊！这个行。它有这么大呀？问题是，它有1斤左右啊！哇，渣哥也上鱼了。现在这会呢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开始了之后，已经连了有5、6条鲫鱼了，就等于说现在开口了，我们赶紧打。它个体呢有大有小，有从那个5两的，5两到1斤多的，1斤2两、1斤3两的都有。所以我当时呢，是旁边的钓友拿的那个尼龙线的1.0的尼龙线。他蹦给我切了2副，我现在直接索性上打罗非的 PE 线，可能晚上光线没那么好啊。我们现在再接着钓，鱼情，对吧？什么样的鱼情？白鱼。这个鱼喝着爽啊！它跳啊，容易打针呢。正常的吗？哎，这个熊不走了。这里好玩，就先多玩几天，对吧？那也不能说一天换一个地方。鲫鱼偏窝不能偏下。这个怎么这么小？我要挪一个位置啊！鲫鱼偏过去没？对，鲫鱼不像其他鱼在中打在西打一下。烟眼来了，对吧？我刚刚走看到你来了。没孔的，被截住了。对啊。来重庆钓，我重庆到这也能去，不着急。2条腿跑不过来，现在。哇，这边又来了。摄像头一照，他又来了。给你面子，还给直播间那么多人也面子，是不是？来，这边有打黄口。先别挪我这里，我抽烟。阿东帮我点滴。哇，这个双飞有点特殊啊，一个那个叫什么，一个丁贵。这个双飞啊，一个是丁贵鱼啊，丁贵，一个是鲫鱼啊。一个鲫鱼啊，
来了啊！这不需要喝。现在呢，这鱼情的话刚开始比较快啊，所以我们的话前期一定是要把散泡给它跟上，散泡跟上。鲫鱼不像罗非啊，我们不要捏太大的一个泡，泡太多了鱼容易起伏，容易乱沉。而且鲫鱼食量小，你泡大了它很容易就吃饱了。鲫鱼是吃得饱的啊，它吃饱了，那么它出现的一个口就相对来讲很墨迹。那你的一个窝量相对适中的一个情况下，散泡下去它又没什么东西吃，但是雾化又能吸引它，然后它就追你的饵料。那追你的饵料的话，它就会相对来讲鱼口来得快一些。来了，谢谢元哥的小心心啊，不了那么多钱，对的。渣渣城那边怎么样了？是吧？渣渣城还行，我的右手边就是渣渣城，左手边就是分子，不够酷，但是你认真就行。慢慢操，认真也是全场最靓的仔。对，还在加薪，对，还在加薪。口还可以，口可以，因为是下雨，所以说就没办法带你们去。这个场子也太大了，的节奏是吧？分子差点变成一来了，看。阳城2点这边漂亮，好人。钓鱼人看漂不看人。今天新年快，哎，那么呢？新年快乐的新，啊，万事如意的如。这边的话，钓鲫鱼跟罗非有点不同啊。钓鲫鱼一定要定点啊，尽可能的每一竿都打到一个点上面，因为鲫鱼的话，它不像罗非一样的，你越是定点的情况下，窝量比较集中，那么它的一个来口就会相对来讲会更快。那鲫鱼的话就一定定在一个点啊，越准确越好啊。不抽帘子，抽帘子因为认为帘子老是工作鱼，压料它只是说用的基础。今天钓什么鱼？今天钓黄金鲫。需要辅助，需要辅助。还在正区，能把大炮分。哦，这什么狗？什么鬼？哇，这么重啊！这个鱼快1斤，放2千斤新鱼，硬是开过，从压料摸来。我现在这边呢，就是整体口全部都慢下来了啊，但是目前来讲，我这边还算是有一些口。我现在呢，我不想那么早的去换细线，想先打一下，因为是整体口慢了，我想先打一下，如果可以的情况下，还是继续用飞科，因为飞科解鱼回鱼快一些。如果等一下发现鱼口慢、鱼口轻的一个情况下，我就会将整体的一个线组放小，可能从飞科改到飞超，或者说是常规超也有可能。啊，这鱼一弹给我弹打结了。反正呢，就是根据一个鱼情来做一个判断。它如果说是没口的一个情况下，我们没办法；如果鱼口轻的情况下，那么我们就有办法，就是通过调整线组啊、钩啊、杆子的一个软硬程度。来了，嘉兴这边是不是好好玩几天舍不得走？咋了？你们意思要撵我们走呗？好，明天就走。这个激光炮，这个来了。这个是我们借的小卖部老板，我目视了一下，改革那个之前那个不是从白的刷成黑的了吗？刷都刷不掉了。学分子的话，就不出意外他又打这个。为嘛没有分着开尔的视频呢？有了，你去看一下我们大视频都有的。你们。现在的话，这个鱼口已经慢慢的很摸了，它出了一个动作呢，也没那么干脆了，所以我这边就准备换一下细线啊，软干细线。软干细线呢，它出来的一个动作相对来讲就大一些，然后信号也大一些，对于我们的一个抓口啊，还有命中率也会高一些，还可以缩短它一个磨口的时间啊。你线大了挡口，它要吃几次它才能吃进去，如果你线小的情况下，一次就吃进去了。说打个100的糖，打个100-200斤正常。慢嘞，来嘞。该抢的一波鱼，该抢完的也抢完了。对的，
我们刚才后面没人的，现在忙。同样啊，我们现在换细了一个线组，它出口明显是不一样的。现在的情况就是窝子里面没有多少鱼了，可能新放的一批鱼呢已经从这个地方游出去了，然后窝子里面还有一些窝边的一些鱼。那么明显这个动作是它会大很多。我们换细线组换软竿，同时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饵团呐。我们正常的抢鱼的时候，饵团可能拉的比较大一些，对吧？那么在这种摸的时候换了软竿细线，我们饵团也要给它尽可能的拉到最小，因为拉小了之后呢，它更方便吃进去。来了，4连杆。兄弟别这么秀。不黑是吧？钓友们我黑了。那你们怎么说？都说我从非洲来的。有口。哎呀，这条大一点。又来了，这几连杆。好看的皮啊！你忘记前面你们没看吗？喝大一点。现在这个口呢已经全长特别慢了，然后很多钓友已经陆续开始收了。现在是换了一个软竿细线，也是没有什么动作的，更多的呢会有一些离底的鱼蹭线。我刚才也试了几竿，有一些想法，想要换到4.5米去打，然后我发现了，我打出去之后呢，更没有动作，还是说在我原来的这个窝点呢，因为我是打了红虫嘛。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鱼是聚在这个窝点里面，因为红虫越打，它散落在窝点里面，它自然形成一个窝的。前面的话就明显没动作，所以本身打算想要换4.5米的竿，现在我决定了，我不换了，就这么慢慢的去摸，因为看了一下全场都是一个样，不只是你一个人这个地方一个样，是全部都是这个样，所以说你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策略就没有多大的一个必要，现在就是守口去抓，去做好自己的一个窝。窝量不要大，时不时的青皮抽窝抽一点点下去就行了，因为它本身窝子里面鱼不多，你抽多了之后呢，它相反它还不吃了。就这么慢慢摸，一条是一条。真钓有口，偷鱼就没口了，是吧？这后面呢还有1-2个小时，但是呢，人收的慢慢差不多了，我大便也走了。你看这些很多钓友都开始收竿走了。不过现在的这个鱼口啊，是真的实在太慢了。我现在也是一样的，慢慢摸，慢慢摸，就是打一条是一条。反正呢，不求说是快口10来分钟、20分钟能够给我一口，那我就抓住那一口。反正这黑坑呢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泡坑也是这个样子。它有开口期，开口期可能我们上党针，快速的去抢鱼。那它的一个慢口期，摸鱼期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可能就直接上到0.6、0.4的一个子线，慢慢去摸，慢慢正常常规去抄。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能打快也能打慢，因为黑坑它是有4个小时的、5个小时的，它是一场。所以呢，在一场整场做钓当中呢，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做钓一个思路，该抢的时候抢，该摸的时候摸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还是一样继续摸，看一下还能不能摸个10来斤。点它也要，你看多一点，又摸一条，对吧？慢慢摸，慢慢摸，还是有的机会。不要一到口慢的时候就受不了越是口慢的时候，哎呀5块没了，5块没了，放生了。哎呀，这个鱼真的是，你不给我就不给我嘛，就别吃我钩嘛，你看跳出去了。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哎，我的5块没了。哦，这里的鱼倒的一地都是了。那个本来可以上岸的，差点上不了岸了。这是隔壁的钓友的渔获。我这边的话就差不多了，就准备收竿了。反正整个经过呢，就是前期快抢，
用磕，尽可能的用最快的上鱼速度、解钩的速度去抢那一波快口。拜拜。中期、后期呢，就是开始摸，慢慢摸。刚开始呢，中期可以飞超，到了后期之后呢，那只能是用细线打中的时候慢慢拖过来。实际上，在今天这场鱼呢，有很多钓友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我这个上了软竿之后呢，我一直是0.8的子线，我没有换过，就是0.8的尼龙线没换过。实际上，为什么不换这个线呢？我认为我窝子里面是新鱼，并非是老鱼，就是我打的是新鱼。而在这种新鱼窝子里面，是因为没有鱼的一个情况下，鱼量特别少的一个情况下，才就是说没有什么动作。基本上它出来的口就是很大的一口出来的，这个不关你子线的一个问题的。如果说我们打新鱼，打新鱼的时候马上去换细线去打，我觉得是必要性不是特别大。除非说是你是去摸老鱼，换细线它是存在什么情况呢？鱼的活性不够，或者说是那个口比较滑，警惕性相对来讲高，我们换细线让鱼容易吸进嘴，还有的话降低它的一个警惕性。那么今天这种情况下，它吃就是一目的一个口，吃就是一个大口下来的话，根本就不关你的一个线组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0.8的一个子线或者0.6的一个子线，它差距虽然说不是特别大。但是它是属于今天这种新鱼能够吃进去的一个范围之内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换线也要去分情况，不是盲目的。就是说打老鱼的时候，可能我上来前期用1.0的，到后期的话上了0.4、0.3的一个极限，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。当如果发现这鱼口是滑轻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降低一个整体的一个线组啊。如果说是在新鱼窝子里面没有鱼的一个情况下，你就说是用头发丝去钓，它也是不吃的。那么我们这边准备回鱼了，等一下看一下有多少啊。我一个人是提不动，渣哥，多忙。现在开始回鱼，一个人有点难搞，要2个人。你都惦记了是吧？一起，1、2、3，这能挂着挂。1、2、3，还是挂着。往这边。1、2、3，起。买多少？猜呗，猜120。来，猜一下有多少？还要上桶呢，上桶呢！我一个人抬不上去啊。1、2、3，哦，64.6。第一杆64.6。哥，能给我挣个会吗？挣个会，44。第二杆就等于45嘛，那个.6嘛，这.8嘛，45嘛。64、45。好了。64、45、109。109啊。109斤全部。 109是吧？碰到这个很正常。我们这边的话就回鱼已经回完了啊，总共是109斤，109斤。那么上岸是没问题了，已经上岸了。不过的话就是我这里还有4个龟，等一下我们称一下龟有多重啊？因为一个龟它回鱼是21斤的啊。那龟应该是说是拐弯的了，4个龟就说那1斤一个都80了。那么今天这场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支持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下期再见啊，回去了。好。